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特别的讲解视频，本来跟我没啥关系的，但是每次直播的时候，一个一个问的我现在这两天有点应激反应了。昨天把自己有点整的血压都高了。我说什么？就是问你，董钊到底怎么样？你说你刚问完一个，又一个来进来，又一个问，又一个问，又一个问，我当时就疯了，我当时一瞬间我脑袋就崩了，尤其在第四个人问我的时候，第五还是第四的时候在问我的时候，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有种血压上来的感觉。我说是不是最近有哪个脑残推荐过董钊了？你问别的主播去，别问我。我一开始说的是什么？我说这个武将，我一直都是这个很专业的角度说，我没上手的武将，我没用过的武将，我不评论，然后我不评论，这是第一点。但是你非要问我强不强，其实这个武将在他没出之前，他的技能我都讲过了，你们自己考虑。就所谓的你们认为是脑杀，但不是脑杀。你想一想，一个玩了10多年的经验的一个玩家，给你所谓的脑杀一样吗？我来告诉你它的缺点和优点是什么。咱们先不说缺点和优点，咱们就先说几个逻辑问题。其实玩三国杀最重要是逻辑问题，因为我没玩过，我应该没资格评价，但是我一会儿可以讲一下他的技能。但是我给你们个最简单的道理，就比如说有人问我，哎，这个武将到底强还是弱呀？那么好，有问题啊，那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录像，是最简单的录像啊。咱们看一下这些录像了吧？它是9号还是8号出来的，对吧？我直播全是打至尊场路人局吧，你们都知道吧？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我挨个给你一个一个的看。我给你们推荐过哪些武将？我推荐过那4大金刚：曹髦、杜预、那个谋皇盖，然后是文鸯，然后司马昭也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，前提是你有300块钱时间够能买到。然后注意我说，然后还有2个性价比不高，但是和我那所谓的4大金刚是一个等级的。就是什么神司马懿和那个神荀彧。然后我说，你其实很简单，问一个问题之前，你看看路人局，你打上路人局，一直打路人局，你看路人局上场率就行了嘛。有人说这不是不对的，那先看完啊，这是第9号啊，9号咱们斗地主不说，没必要，对吧？咱们就按9号来说，它出来了，咱们看看有没有钱人买的啊。有人说来，咱们随便进去看一下这局。这局里面没有我所谓的4大金刚，但是我选了个司马昭，算是勉强进来吧。这把江面很速，咱们就不管了，一个一个的看。我来跟你们一个个看，用逻辑来战胜任何东西，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逻辑。看我推荐的文鸯他在，对吧？我推荐司马昭我自己选了也在，对吧？4大金刚中的一个，不说了。第二个，咱们再看曹髦，我选的曹髦肯定我自己肯定有曹髦吧，对吧？咱们看一下这一节，还有其他4大金刚没？有一个神司马懿，对吧？也算是我以前推荐过，不用说推荐吧，也算是性价比不高，但是和那个我推荐4大金刚同一等级的。再往下看，我把这2天所有的局，因为我没有遇见一把董钊，就我的队友还是敌人选过一把董钊，我没有遇见过一把，我真是勤勤恳恳打路人局的。这至尊军吗？然后这是神司马懿，我推荐的，文鸯我推荐的，对吧？都有了吧？神司马不叫我推荐，性价比不高，但是同等级文鸯。继续往下看。一个一个，咱们一局一局一点点看。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就说，这一局你看有没有？这一局的话有个杜预，有个司马昭。有人会说董钊，这是昨天我视频里面就说的，有个直播的时候就有个人说，我当时那一瞬间血压又上来。人说董钊才刚出呀，哪有那么多占有率？这个话就说的有点违心了。我不知道他是萌新还是第一次玩这个三国杀。这里面还有什么？这里面就我一个这个啥，就有一个曹髦，我推荐的。有人说那这个是有道理吗？表面上你觉得是有道理吧，但是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，我问一下大家，咱们先暂停。我这局有杜预，有司马懿，有司马昭，对吧？如果你们经历过那个年代，我就考一考大家，神司马懿刚出那会儿，刚刚改版之后，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叫什么谋略司马懿吧？当时我问问你们，你们打至尊场，反正我的经历是，至少每2局以内必有1局，我说的很保守。有人说这个时候还要辩驳一下，我替你们把那些辩驳全说清楚。我因为喜欢预判别人预判，因为神司马懿之前就有人就有了，只是修改后了，他们更多用了。还有就是说司马懿那个3倍爆率爆得很高，那个盒子好还是这样，那我还信你，你还是对的，对吧？咱们再好好说。那文鸯的我问你们，文鸯经历过没？大家，咱们再看每一局啊，我推荐的武将都有吧？神司马懿、司马昭、曹髦、文鸯，这都有吧？我打的全是这样局。那我问你，文鸯刚出的时候，谁敢说你们当时就是刚出那一天，你们敢说你们遇到文鸯？我满大街都是文鸯，几乎是要隔一把就是一把。
一把文鸯。我当时还是笑嘻嘻在这说，我说选个文鸯你们干啥呀？我当时真的没有觉得文鸯特别厉害，当时我真这么觉得，而且我觉得文鸯不适合我不爱玩这种武将。我倒没贬低他，但是我觉得不怎么地。我说你们选这武将干啥？我内心真想的是文鸯就跟徐荣一样，就是个爆发而已，无所谓，还可以找机会爆发。我只要聪明一点，但奈何现在很多聪明人少，他给我送 AK 的。咱们继续往下看啊，挨个给你们把这些所有这是星尾炎对吧？都选出来了，每一局给你们看一下。那文鸯呢？当时那个情况是，也是刚刚第一天就适用率那么高吗？神司马懿、司马昭、文鸯，你们看这我全是路人局吧？你们如果不信，你们就看我经常路人局打的。我不会去专门是点将，但是这段时间一直在玩司马昭。这一局是不是比较素？这一局没有，对吧？终于有一局没有的了，没有我推荐的武将了，对吧？咱们再往下看每一局，继续往下每一局啊。这是我今天从几号的，从开始董昭出现之后所有的局，当然也有些走了的局没有记录，但是那里面也没有董昭。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问一直看直播的粉丝，从这几天有没有我遇见过一局董昭？是那些有钱人都是疯子是吗？董昭那么强，他为啥不买呢？先等会儿我再解释董昭的问题啊。曹髦、文鸯又是曹髦、文鸯，对吧？这就不多说了吧。我这个局放了，忘了。然后再往下看，我这所有的字全是路人局吧，全是至尊吧。再往下看，神司马懿、文鸯，对吧？又是还有我这个司马昭，我推荐的武将是不是都有？再往下看，咱们就每次不相信嘛。其实这个东西你们自己一个武将强不强，就有人经常问我什么张松强不强，那个借夏侯惇强不强？那很简单，你不用问我，我说的可能也你们不想相信我，那你就打100把至尊军吧，你就以什么身份都选他，你看胜率如何，可以不？就这么简单。有人说我反贼选他呀，反贼选他，你选个其他武将，你也能胜率跟他差不多。不要想着反贼本来胜率就高，这局又有曹髦，对不对？这局又有每一局都几乎有我给你推荐的武将，为什么你就不信我？我就每次都不爽啊！严相，咱们再看这一局，神司马懿、神荀彧也有吧？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主攻的谋孙策也算推荐，但是那个概率太低了。谋孙策主攻的话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司马昭我选的，对吧？咱们就不说。神司马懿，然后这我全是路人局吧？又有个神司马懿，有的吧？你说这些武将要弱的话，那为啥他们选呀？是他们都是大冤种。我选曹髦，然后这局我选曹髦，这有都尉武库，看见没？如果这些武将弱，他们为什么要选？你们回答我。然后再往下看，我是不是每次都给你们看这些局？曹髦，对吧？有曹髦、神司马懿、司马昭，是不？这些武将要是弱的话，为什么？有人说你为啥选这些武将？因为我想选弱将打强将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再朱然，再看这局，相对于他们弱，看这一局就很安全，就一个文鸯和司马懿，对吧？这是每一局都有，你们看是不是？你们觉得董昭如果很强的话，那些有钱人，你觉得他们不适配吗？这有个曹髦，这有一个，剩下我这不勉强也行吧，对吧？曹髦。我这也可以，再往下看，就包括有人问施泰尔茨的，如果那么多施泰尔茨已经装机时间长了吧？你们每次遇见施泰尔茨概率很高吗？大军吧，又是神司马懿、杜预我推荐的，还有我的司马昭。再往下看，每一局都给你看，不管输的局、赢的局都给你看。再往下看这一局，杜预有没有？司马昭有没有？再往下看，每一局咱们都不同。再往下看，这我用的曹髦，咱们看有没有曹髦以外有没有强将？文鸯有没有？神荀彧有没有？再往下看，我昨天就这样一宿给他们看了一宿，今天在直播的时候专门也给大家看一半天。这里面有有曹髦，有司马昭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可以说司马昭便宜，上座率高，那曹髦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再往下看，你们如果想听我讲解，我选的是那个，哎，我点错了。然后再往下看，每一局这个点这个快一点。我没有遇见过一把，是不是这一局里面就一个司马懿好很多了，对吧？我秒了他。然后再看这一局，咱们再看这一局，就每一局都不同，对吧？咱们再看这一局很贴心，就一个神司马懿。所以说你们自己看看，这是你们其实有的时候根本不需要问那些所谓的主播哪个武将强，你自己打就知道，打上几局就知道哪个武将上座率。你们觉得这些人会用弱将，他们都是傻子是吗？跟我一样受虐。我的话就是用弱将打强将，因为我这样能体现出来我的技术。对吧？你选神司马懿就打不过我这才有成就感，赢的成就感。那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？那不是吧？所以说大部分人就是有强将会选强将吧。那有人说，那董昭到底如何？说了半天，那我反正这几天没遇到过，我连遇都没遇到过。难道那些有钱人是不觉得他强是吗？打至尊这些人他们都是傻子，对吧？他们不觉得这些可能都比文鸯强的，对吧？有人说，来，我再替你解释，人董昭是个辅助，没问题啊，董昭就是个辅助。
这里面咱们就开始讲一下董昭，我觉得如何？首先我没有上场上手，我没资格评价，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一个观望性。这个点的话就是说它的用处是什么？妙略和赢架。注意它的赢架不是那个像刘禅那个放权，刘禅的放权是牺牲自己的一回合给别人，给你的强势队友一回合。董昭是自己本来就有一回合，然后用这个限定技赢架白送一回合，就是合理的5回合，明白吗？如果说这里面说一下，如果说赢架他用的非常好，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咱们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人们可能用一些我的小刻板，对吧？小刻板能看得见吗？看见一个小人了吧？这是主攻。比如说反贼是前卫，假设当然什么位置都行，就是正好前卫好讲一些。这比如说是文鸯，这比如是神司马懿、文鸯、杜预啊，倒是不用他其实也赢了。但是说个极端的，然后这是个董昭，神司马懿一开始没觉醒，对吧？然后文鸯、杜预先打上2下，对吧？这慢慢觉醒，然后到董昭的时候，其实是这4个反贼，对吧？董昭也可以清他们的牌，也可以打他，对吧？这4回合已经过了吧？董昭可以发动自己的限定技，直接再给刚才已经这个时候可能司马懿就已经觉醒了，再给神司马懿觉醒的机会。你想没想过前面开的 AOE， 后面本来他的主中方有点残血了，很有可能司马懿就直接清场了。他是能够舔这些所谓的强将舔起来的。那我否一个还有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的队友是一些弱将，郭嘉，对吧？夏侯惇、张松，你选个董昭，我给你这4个人，让你5回合。主攻只要能扛住你第一回那些普通刀，你没有什么仙术的刀，后面人比如说后面人选的是那些强将，你觉得你们能活多久？这就是辅助的一个差别。但我没有说董昭有问题，我不喜欢踩董昭，因为董昭它有一个有意思的点，我给你们提前说一下，什么叫做有意思的点，咱们说一下。所谓有意思的点，我就是说他以后如果遇见全都会玩的局，他可以开发一下，但是不可能出现全都会玩的局。我打了这么多年没遇见过一场全都会玩的局，很少。不是说没遇见过一场吧，这有点太贬低了，很少吧，反正就说一下，就是怎么玩这个游戏。他这个赢架你注意看一下他的描述，我没上手，所以我只能看描述。一名角色回合结束后，若你本回合使用了大于等于2张同名的锦囊牌，基本都是等于，你大于太少了。同名锦囊牌一般就是2张瞒天过海，2张顺手牵羊啥的，自己本回合内然后赢架。他这个可没说是本回合内，他说一名角色结束后，也就是说我以前就说过，也就是说别人在回合外你刷了2张无懈，前提别人有一个人正好比较犯傻，那个人还要犯傻一点，用1张顺手牵羊你无懈了，用1张无中生有你无懈了，代表你用了2张同名的锦囊牌，然后这个时候直接可以插一个回合，你弃置1张手牌可以插一个回合，明白吗？这也就是说这个用处可能是在这儿，这是我没有经历过，我只看他描述想到的一个招，这个所谓的插回合。有人说这个插回合用处在哪儿？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继续拿开我的小刻板，对吧？就比如说这个时候你董昭在这个4号位，你们3个人打了半天没打掉这个主攻，看到了吧？你们3个人打了半天，然后你这个位置有一个文鸯，比如说他有好不容易你这2张给文鸯一个 AK， 但是回合外给，所以文鸯清不了场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位置比如说是个神司马懿，这个位置是你刚才那个目标敌人，那个目标敌人顺你无懈了，无中你无懈了。本来人家神司马懿觉醒，看你们这几个残血要收全场，游戏就结束了。然后就因为你插这一回合，他无懈2次，他插这一回合直接给你那个关键队友文鸯，你刚刚已经给好 AK 的文鸯，直接去秒他，是不是有可能就带来你不一样的赢面啊？这种所谓的灵活操作，我没有去上场用，但是光看他技能描述，我想到这个点就非常开心，他是有一定能力的辅助。但是我这里再说一句啊，有人问我会不会买，有人这里面会问我当时问了一句他卖多少钱，有人说58宝珠，我说除非我脑袋里面瓦头了我买它。有人说为啥？我昨天说的更恶心，我说我脑袋除非放进茅坑里了，我会买它。我给你们推荐那些4个大金刚，哪个不比它有用？它只是个辅助。我给你们推荐4大金刚，对不对？我之前你们如果没看我推荐武将，去翻过年时间推荐那几个，就是为了给那些萌新最好的武将，对吧？一个40宝珠杜预，我乐到你死，让你不是给回合吗？那我让你队友少回合去，我40宝珠杜预就够了，性价比最高，对吧？只前提是我觉醒，有些杜预不刷觉醒咱们就不说了。我50宝珠的文鸯，我可能不到你回合把你秒了，把你队友秒都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你多一回合又如何？把你 C 位队友秒了。还有一个无限距离，我就是必中的黄盖，
还有个曹毛直接开大招，你要什么回合直接秒你，3血脆皮秒你，你离我近点我就秒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几个武将，你告诉我哪个就是除了50宝珠它不如这52个，就不如这2个性价比高，对吧？不如杜预、文鸯还有魔黄盖性价比高，也没有像曹毛这种当主公这种统治性，对吧？甚至逆风翻盘统治性，你告诉我你不如这4个，你为啥要花58宝珠买它？有人说那我宝珠多了行，买点其他。我觉得这个老头挺帅的，好听。你是不是以为4大金刚之后我就不给你推荐了？有其他的武将，我只是说这4个武将是比较性价比高的，我只是没时间一个一个做。像你们有些人不看一个视频，前面我给那些就是怎么说呢，给那些平民玩家专门介绍了个朱然，那下一个介绍可能就是宝珠武将了，我给专门这样介绍，兼顾两方的利益，明白吗？所以说不要急，那下一个宝珠我可能就给你推荐其他的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一开始那4大金刚都排除了这2个，不是说他俩弱，是他俩对于很多平民玩家玩不了，一个80、100太贵了。你说这2个这么好的武将它都贵，你说你58宝珠买个辅助，你来这儿干啥？是觉得你的是就想打配合是吗？你的想法是来至尊吧，我要跟你配合是吧？那多打打。你们既然觉得他强，我既然把话就放这儿了，我没有说他弱，也没有说他强。有人说你暗示了，没有暗示，我觉得他有他的发挥，我个人真觉得他有他发挥。如果尤其他这个节奏适合速推局，咱们说董钊吧，他这个节奏我觉得适合速推局，而且是位置好的那种速推。比如说主公是个脆皮，你的队友本来是4个人给他打他4下。对吧？董钊可以让4个人再增加1个人，5个反贼各打1下，说不定没到后面那些强将发挥就秒人了，能在至尊场能用一用，但是能用不代表说他能和我刚才推荐那些性价比高的强将比啊，他撑死了还只是一个辅助，对吧？瞒天过海拿别人的区域里的牌可以，交给原牌可以，置换牌的可能，还有智囊牌也不错，赢价多给回合也行。但是注意一点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你董钊你能扛得过，就比如说你最唯一的优点可能嘲讽低一点，你但凡再嘲讽高点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黄盖给你来2刀，就魔黄盖干推，文鸯给你来1刀，我告诉我你怎么活下来，你告诉我怎么活，你教我。所以说这个武将我不确定能不能上至尊，但我看这个技能如果纯当辅助的话，至少比一些辅助好。但是我58宝珠买个辅助，我为啥买它呀？我为啥不能买58宝珠？有很多可以值得选的。我选个这哪儿去了？妈的，你点亮一下。我58，等一下，我找那个，每次找那个找不到啊。就我58宝珠有几个和他同等级的，对吧？就这2个我都没说推荐，说是性价比高的，你就开始敢选这个了。神鲁肃占未来的一个武将，对吧？他的机制不会过时。只是很多人不会玩，因为他的缺点就是打不了在劣势局了，这很麻烦。谋诸葛亮你喜欢极快节奏，诸葛亮看破闪，你的队友足够强，把主公打进濒死，看破几个桃，直接可能就结束了。这2个武将我都没有说在第一梯队，就所谓的第一波里面就是性价比高的武将推荐。你让我说董钊是如何，你非要让我违心的说吗？我只能说，有人说你是没打，所以不知道有多强。那好吧，那你不是觉得强吗？喜欢买董钊。我已经劝过你们了，不要去买它，你们先去买那些，如果你们宝珠不是特别富裕，先去买我推荐的武将，知道吧？或者说你买一个我那几个推荐武将都好用的。如果不信的话，我说过，你用我那4大金刚，如果你每次来至尊场点4大金刚，你胜率少于70，你来找我。如果那要不就是你纯不会玩，你胜率，如果你会玩的话，别是纯萌新这坑我啊。你要胜率少于70，你来找我，不是可喜欢刷胜率吗？你都不需要点身份，就是打胜率少于70，你来找我。这军8的70胜率应该很难吧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大家要明白为什么我要说董钊不要去问我了。我第一没上手，我不想给大家讲，这是其一。第二，我对辅助兴趣不大，除非那个辅助能改变局势，比如说那个神鲁肃这样的。否则的话，对于你们大家来说，包括我刚才给你们看了，也给你们解释了，给你们看了这个所有的录像，对吧？所有的录像我遇见的局，你看看谁上场率高。当然司马昭上场率高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300块钱。但是更多人有些过年的时候刚玩这个游戏，很多人他们来不及赚那个什么令，来不及赚那个。包括今天还有个人问我这个节约令怎么获得，我说跑题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只要达到160就行，不要慌。你达到160，你只要能达到160，直接买这个东西，直接给你增加20级。
明白吗？所以说不要说我过不到80了，你买的瞬间给你增加21到160就可以。所以说你们淡定，知道吧？这个武将也没你想象那么无敌，无敌就扯淡了。但是它的爆发是极强的。我再说一句，明白吗？就算如果单论说300块钱换个50宝珠的武将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的。但是狗卡明显现在属于想赚你们钱，咱们就不多说了。这些东西以直播可以说，视频没必要又抽又长了。所以说今天给你们说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包括这个董招，你们大概明白了吗？我也告诉他们使用的方法，还有它的优势在哪儿。我也告诉你我不会买它的原因在哪儿。我也告诉大家，我今天从董招出来到现在没有遇见它，而且我也反驳过那些所谓的因为购买率不够多这些反驳过。你们有兴趣去看看文鸯的时候，第二天有多少个文鸯全场，去打至尊场，第二天有多少个文鸯。还有一个神荀彧，我神荀彧都打了2天直播，当时神荀刚出的时候，神荀彧就是他们都是，你是它太贵吗？神荀彧特别比它贵，是他真的人太少吗？所以说你要想明白，辅助就是这个价格，58宝珠买它太不亏，太不值了，明白了吗？我都已经这么说了。顺便我问一下，我想好奇的是哪位大神推荐这个辅助的？是认为他的，我唯一能想到这个人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说永远他在想着和别人配合，他的队友都特别聪明，然后和他配合。如果他多打路人局至尊军妈，他就知道谁跟你他妈配合，对不对？谁跟你配合？如果你多打至尊军妈，你就会知道你自己一个人打全场才是正常的时间，而不是说我要跟你配合。你这包括我连给别人给我送花水牌我都不会理他的，我是比较干净的一个人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说别想的什么配合不配合，永远去考虑你一个人是否能打一堆人。这个武将，包括我给你们推荐的主攻将文鸯和那个谋孙策，不是说其他主攻不能玩，像什么谋刘备、刘璋，不是他们不能玩，是你选那个我给你推荐的曹髦和谋孙策这样的主攻，只要你的队友不用特别强的武将，比如说像谋孙策，你要队友场上如果吴国多的话，你这把就是一个人打4、5个的。包括曹髦也是，他是有只要你第2回合不被勒住、不被控制住，第2回合基本上也是要一个，基本上第1回合封2个，第2回合打死一个封一个，第2回合打死一个封一个，游戏就结束了。这就是1打2、1打3的情况。你玩就为啥给你推荐这个？不是说他只能用他俩，但是这2个绝对是让你队友即使差你也依旧可以的。包括我前不久给你看过有一局啊，就给你们再看一眼，就在这个游戏里面给你们看一局，就这一局我说过，我的文鸯你忠臣敢给我选那种我推荐那4大金刚，你忠臣敢选我就敢打死你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太强了，那4大金刚我控制不了，就给你们找那一局，给你们找那局曹髦啊，就这局吧，给你们看这局，这局是个忠臣，哎不对，你等一下，我找找，这局是个忠臣，就这局吧。这局你等一下，我还给找忠臣是一个神司马懿，给你们找找，给你找找。对妈的，这记性不太好，忠臣司马懿应该是不是这局啊？是这局，看看是吧？是个忠臣司马懿。然后我做这期视频我就说了，我透视眼知道你是忠臣，我要杀你，因为我是个主播，我不能把风气带坏，知道不？明白了吗？当时我直接果断杀就是他，即使这样有人说那你杀他我封，然后你看看我发动的技能，包括就这一局我封的是他的技能，把2个所谓的有威胁的人全部控制住了。远位十常侍对我来说没有威胁，徐胜当然有距离，我还是怕那一刀的，剩下人连人都不算，对不对？在我这儿连人都不算了，可能算。所以说这局我就结，即使我杀你一个忠臣又如何？你选错将，这局需要你吗？我就问你，这局需要你吗？这局我说过，我一个人玩这个游戏就够了，是不是？这局依旧赢了，到最后，对吧？这局依旧赢，能看是不是？我甚至这十常侍选将都很拉，对不对？他都连主攻嘲讽都不给你嘲讽的，这局是不是相当于内奸帮过我？就一个内奸帮了我一下，这内奸不错，帮了我一下，然后这个反贼帮了我一下，然后我把他们所有人全杀了，就一个人。如果我有兴趣翻这期的视频，应该我做过。所以说你现在知道是现在什么样的武将叫做强将，什么叫武将叫无脑强将不？这种武将就是说我能逆风翻盘，我队友即使选的差我还能赢。那我问你，给你个这样的董招你试试，你能有这样的能力不？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如果你实在觉得我说的话不好听，不招人待见，或者说觉得没有道理，那很简单，你可以去用事实来打我的脸。就比如说咱们一直打董招，你打董招看看你非反贼的董招的胜率有多高。难道有人说那我为啥不看反贼的？哦，你要既然看反贼的话，那这话说那反贼本来胜率就高呀，你试一试非反贼的董招胜率有多高，然后给我看看你的运气如何。不是比队友看看你的队友稍微弱一点，你能否带他赢？我就想看这个。
我给你推荐武将，像曹髦、曹髦那四大金刚，杜预，你队友稍微弱一点，还有那个什么文鸯、黄盖，队友弱一点才能带你赢。你试试你的队友弱一点，看能带赢不？我一直想吐槽的不是说他没用，还是说啥，没有说过，我没有说过他一点个坏话。但是我想吐槽是58宝珠我买它，我真是疯了。你除非你是有钱人，就这个点。就好像有人问过我一个很搞笑，就是我经常也玩张仲景，你们知道吧？有人问我那会儿，当时张仲景最火的时候，问我你要不要张仲景给我推荐？我说你看我买，你买它干啥？我只是300块钱开出来的，88宝珠换个它好亏的。你为啥不同样是辅助，为啥不选个马军呢？对不对？马军的过牌跟他差不多，甚至过牌比他多一些。你的话，如果想秒，你还是可以秒掉的。这是我原话，我自己玩的武将我都不推荐的，有些时候，包括之后谋曹丕和曹髦出现的时候，我就不给大家推荐玩那个什么了，玩这个，玩刘璋了。我自己也以身作则不玩。因为这两个武将，因为刘璋走第2回合，这两个武将让你没有第2回合，所以你个基本你连爆发都打不出来。第2回合爆发没有之后，你怎么玩？第1回合如果你走爆发的话，游戏就结束了。人前面爆发跟你对爆，你没有防御，直接就结束了，都不需要他俩你就结束了。所以刘璋的问题就在这儿，不是说我不玩了。如果说你们保证我每一局里面没有曹髦谋曹丕这样锁技能的，我现在依旧给你玩刘璋当主公。所以这是给大家解答各式各样的原因。你们其实玩三国杀要了解一个逻辑的问题，这个游戏只靠逻辑，而不是说你们瞎想，光看看别人打就这。像我有一局，比如说就说这个董钊，你看见一个主播董钊赢了好多局，那有没有种可能他是反贼？有没有种可能他队友够强？就比如说董钊赢架，关键时候赢架给了文鸯，然后文鸯直接补上刀把人秒了，好强啊！叭叭拍手，好厉害，多给我们1回合。那是董钊强吗？大哥们，董璋当然不用说一点用没有吧，你这是那至少给了1回合，那是董钊强是吗？那他为啥给文鸯不给一个稀释财？不给一个稀释财呢？赢架，你自己想这个道理啊，对不对？那难道是董钊强？那他赢架，然后给一个神荀彧，然后神荀咵清场了，那是董钊强是吗？然后赢架给一个神司马懿，秦司马懿清场了，董钊强，对吧？你可以说它有一定的小机制，但是如果你想试一试的话，可以去至尊军妈试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也好想遇见，我真的好期待有二傻子去，有新手去买的，有新手直接去买个他的，有钱人是有钱人买个他，然后最好你拿董钊狙击我求你了，我想最近好想被狙击，对吧？拿董钊狙击我不用，我基本都不选强将的，你好狙击我的，能看出来，你自己看我不选强将，就最近玩司马昭，主要是你看我都不选强将的，朱然、韩当。对吧？严相是点将的，冠秋简、关索、程济，对吧？曹髦主攻主中方我才会选曹髦，关索，对吧？剩下就司马昭、张春华，甚至张春华那是因为曹髦局，否则正常不选。你们拿那个狙击我试试吗？我特想看，你拿辅助狙击我，别一个个为啥狙击我的时候一个个特别不乖，狙击我的时候一个个的是全员我推荐的武将，不讲道理，我和黄盖呼呼的往我知道我身上呼呼往我脸上砍。文鸯二话不说，知道我没闪了，呼呼就给我砍上来了，对吧？曹髦二话不说，下了我的闪，直接来9杀，直接封技能。我选了个左慈啊，大哥，你就敢这么打？我当时那一瞬间有那么一丝绝望啊！大哥，狙击你是狙击，你不要那么绝望让人是吧？然后今天给大家算是开玩笑聊一聊，主要是这2天问这个问题的人太多，我脑袋有点炸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大家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我不想砸别人的饭碗，但是你要相信这10几年来我的三国杀的能力。还有我的场次应该很少有人经验比我多吧，对吧？我是事实，是拿出来说所有事实，可能是我运气差，没有遇见过董钊吧，可能是我运气差，我很期待遇见董钊，对吧？非反贼的董钊，我很期待，真的很期待。